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，你能用科举的方式成为秀才、举人或者状元吗？科举制从隋朝大业3年开始实行，到清朝光绪31年为止，共经历了1300多年，是穷苦百姓、知识分子出人头地、进入仕途的阶梯，也是封建时代的一个人才选拔机制。本期视频就带你走进科举考试。好了，你现在已经穿越回明朝了。这一年是明朝1511年，明武宗正德6年。你出生在云南詹义县松林村，今年你13岁了。经过私塾先生的开蒙10年的寒窗苦读，已经熟记45经。前2天县衙布告上公布了，今年的县试考试在2月份。从此刻起，你就正式踏上科举之路了。科举首先要通过地方州府组织的3轮考试，相当于海选，分别是县试、府试和院试，这3轮统称为同试。先是县试，考试地点在你所在县，由知县主持，每年的农历2月举行。你打好包裹去县城参加考试。县试一共考5场，考完就发榜。如果没上榜，就回家准备下次再考。如果上榜了，就准备第2轮考试。第2轮叫府试，府试在每年的农历4月举行，中间有2个月时间准备，考试地点在府城，由知府主持，连续考3场。这场如果还是榜上有名，很好，你将进入地方州府组织的最后一场考试——院试。院试不是年年有，每3年举行2次，每次连续考2场。院试由各省的学政主持，学政不属于本省官员，是从朝廷委派到地方的。这轮如果你考过了，你就有了一个身份——秀才。在这之前，你的身份都是童生，童生不是儿童学生，年纪小的童生可能12、13岁，年纪大的60、70岁的也不少。只要没考到秀才，你就一直是童生。到这里，地方州府组织的海选考试就结束了。如果没有通过，那就回家继续寒窗苦读，来年再考。如果通过了全部3轮考试，那么这时候你就超越了大多数人，在县里有了一定的身份和特权。第一，你开始享有秀才的一些特权了，比如见了知县不用下跪，不需要服差役和徭役。第二，有资格进入官学里面去上学，不用只靠私塾和自学了。第三，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。正试也有3轮，分别是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一听乡试，很多人就糊涂了，怎么县上、府上都考了，怎么又回到乡里了？其实不是，乡试是在省城考，这次是有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，叫做贡院，每3年举行1次，如果考不过，就要再等3年才能来考。考试时间是在农历的8月份，这时正值秋季，所以乡试又称秋闱。主考官是由进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员担任。乡试共考3场，初9、12、15各1场，每场考1天。这次考完需要先回家等消息，8月份考完，9月份发榜，这时正值桂花开放，所以又称为桂榜。如果这次你还榜上有名，就了不得了，你的身份就不是秀才，而是举人了。举人除了免差役和徭役，还可以免税。另外，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刑，即使犯了重罪，也得上报朝廷，先革去举人资格后才能用刑。而且举人的考取率是很低的，一个县也没几个举人。明朝的录取率为 7.26%， 清朝人口剧增，录取率只有 1.68%。也难怪范进中举之后会高兴到发疯。如果到现在你全部的考试都通过了，那你就打败了全国 92.7% 的读书人。接下来还有2场考试，会试和殿试，而这2场都需要到京城去考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京赶考。今天你就要告别亲人、小伙伴，来到最近的驿站詹义县，开始你的科举之旅。就让我们用3维视角俯瞰你的行程，边走边聊进京赶考的点点滴滴。本次行程你将路过82个驿站，77个县市，经过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北京，行程5730里，历时3个月，最终到达京城。
会试是在乡试之后第2年的农历3月举行，时值春季，所以又叫春闱。这次是礼部主持，主考官是皇帝钦定的。考试地点在京城的礼部贡院。你乡试成绩出来后，从腊月就要启程出发，才能在3月前赶到京城。在启程前，你要提前准备一些东西，办一些手续。先说路费盘缠，首先国家会补助一部分，是路途远近，每人会发10到20两不等的银子。另外，你同乡的乡绅地主也会资助一部分，万一你考中了状元，也算提前跟你有过结交。再就是你自己的宗族家人的资助，毕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与路费同时发放的，还有官府为举人准备好的路银。在明朝，出行100里以上就得有官府开具的路银，没有路银，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发现，是会按律治罪。还要领取一面火牌，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，古代的驿站只为官府服务，民众无权使用。举人持有火牌到沿途驿站可以使用3名驿夫，如果驿站提供不了驿夫，则会折成现银给举人。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车叫做公车，公车上插有一面黄布做的旗帜，其上书写奉旨会试或礼部会试4个大字。有了这面旗帜，沿途关卡必须无条件放行，而且不得收取过路费。沿途的土匪、盗贼也会敬而远之，抢劫举人抢不到几个钱，且风险极大。而且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案子惩处非常严重，毕竟举人是奉旨考试。你经过3个月的行程，一路颠沛流离，从腊月出发，走到了2月底。今天终于到达了京城。到了北京，要住在哪里呢？如果有亲友的就投靠亲友，没有亲友的可以住客栈。当然，大部分举人会选择住在会馆。会馆是各个地方在京城设立的驻京办事处，主要是接待从各州县来京城办差的官员。在会馆里居住一段时间，就要迎来会试了。会试分3场举行，每一场考3天，共9天。要备好饭食和油灯，因为考试的时候，一人一个考棚，一个考棚只能容下1张桌子，而你每一场要在里面待3天，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和熬人的。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了，但会试这关仍要淘汰掉大多数的人。以明朝万历5年的会试为例，4500余人参加考试，最终仅录取300人。如果在这轮你还可以榜上有名，你一只脚就已经迈进仕途了。从此以后，你就被称为贡生，你也就别着急回家了，因为1个月后就要迎来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——殿试。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，考试地点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或保和殿。殿试只考1天，由成绩高低分为3等，分别为1甲、2甲和3甲。1甲3个人是由皇帝钦点的，叫做进士及第。第1名状元，第2名榜眼，第3名探花。2甲100多人叫做进士出身，3甲100多人叫做同进士出身。到这一步，仕途也就开始了。随着成绩的公布，工作也就逐渐开始落实了。
一般情况，一甲士进翰林院，翰林院是朝廷高官的培养基地，前途无量。明朝大多时候，只有翰林院里待过的人才能进入内阁。状元一般受翰林院修撰，榜眼和探花受翰林院编修，分别为从6品和正7品。二甲前几名也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。庶吉士不是正式官职，相当于实习生。杨廷和、张居正、曾国藩都做过庶吉士，成不了庶吉士的，就分到京城的各部门做官，成为京官。成绩最靠后的就是到地方任职，一般从知县做起。也就是只要有资格参加殿试的，成绩最不好的也能成为一名县太爷。至此，科举考试就全部结束了。那么状元好考吗？我们来看看，从唐朝至清朝的1000多年里，共有文状元630名，籍贯可考证的有507名。其中，黑龙江1人，辽宁4人，内蒙古1人，河北64人，山东40人，山西27人，河南52人，陕西23人，甘肃3人，四川18人，湖北12人，湖南6人，安徽21人，江苏83人，浙江65人，江西32人，福建38人，广东8人，广西7人，贵州2人，籍贯不详的123人。怎么样？如果你穿越回明朝，你是能当状元还是县太爷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不要忘了点个关注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